好，我们今天来做这个元宝提篮的教程。这个元宝提篮使用的底板是23厘米宽、35厘米长，底板的孔位一共有78个，每一个孔位有2根藤条，一共有156根藤条。然后我把它分成了3根藤条为一组，所以最终有52组竖条。然后剪了78根90厘米长的藤条。这个元宝篮使用的是2.5毫米的圆形原木色藤条和2.5毫米的圆形翠绿色藤条。这个元宝篮的编织步骤是：第一步是使用的一字平穿的穿条方式，第二步使用的是大锁链边打底，第三步使用的是1压2滚边，第四步是编织了4圈的3股纽边，第五步是做平边，平边编了20个等号。编完之后，使用平边做了一个阶梯式的样式。收口，第一次收口使用的是1压2滚边，第二次使用的是1进6铁丝滚边，第三次收口是1压1滚边，第四次收口使用的同样是1压1滚边。好，这个提手使用了1米长的铁丝，最终的样式就是这个样子。好，接下来我们观看具体的过程吧。今天我们来做这一款23厘米宽、35厘米长的底板。这一个光面的是正面，这一个磨砂面是反面，也是做底部的使用。我们在开始编织之前，需要把光面上面这一层透明膜撕掉。这个底板是圆角长方形，一共有78个孔。我们今天需要剪78根95厘米长的藤条。我们采用一字平穿的方式，两端对齐，拉平，然后从正面往反面穿。我们采用左低右高的穿条方式，把一整圈穿完。好，最后一根同样是左低右高，拉平。好，我们把78根藤条已经穿完了。穿完之后，我们检查一下所有的藤条方向是否一致。如果是一致的，我们就开始来做底部的大锁链边。好，我们翻过来之后按压一下，按压之后底部的藤条都顺起来。我们在做大锁链边之前，把一半的藤条先扎起来。好，大锁链边怎么样做呢？大锁链边的开头，首先要完成3次右挑一，然后大锁链边的总结度是右挑一，左压2。好，现在我们来开始把开头的3个右挑一完成。右手拿一组藤条，每个孔里面有2根藤条，2根藤条为一组，左手拿一组，右手拿一组，左手拿一组，把右手的藤条交叉到左边，这叫右挑一。右挑一一次，左手再拿一组新的藤条，右手的再次挑到左边。好，这是右挑一2次。左手再拿一组新的藤条，左手的再次交叉到左边。好，这就是开头的3次右挑一。完成3次右挑一之后，我们就开始做左压2。左边现在有3组竖条，然后拿起第一组竖条，交叉到右边，这叫左压2。交叉到右边之后，这一组竖条就不用管它了。左手又重新拿一组新的竖条，然后右手的藤条，然后又交叉到左边。好，又重复了右挑一。好，左手边又有了3组竖条。这时候我们又拿起左手边的第一组竖条，交叉到右边，左压2。好，我们现在大锁链边的口诀就出来了：右挑一，左压2。拿一组新的竖条，交叉到左边，要右挑一。拿起左边的第一组竖条，压到右边，要左压2。好，我们现在就可以一直重复这样的规律，这样的口诀去把剩下的全部完成。
右挑1，左压2。好，现在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头的3个右挑1，这3个花瓣是半花瓣，从第4个花瓣开始是完整的花瓣，所以呢，我们在开头的3个花瓣呢是为了最后3根竖条准备的。好，我们现在就把它完成，右挑1，左压2。好，到了结束的地方，我们已经没有横条可以做右挑1，左压2了。这时候就要借助我们的跳刀工具，把右挑1完成。右挑1。好，现在就可以看到我们开头的3个半花瓣，这里就是对应着这最后的3组竖条。好，现在我们依次把这3组竖条左压2到开头的3个半花瓣里就可以了。左压2，依次。好，最后一个花瓣需要注意的，我们只是挑这半边，不要把这一组的也挑进来了。左压23次。我们所有的大锁链边就已经完成了。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把所有的大锁链边都整理一遍，因为有些花瓣大，有些花瓣小，所以呢，我们这一圈整理一次就可以把所有的花瓣调整的一样大小。我们像这样把所有的花瓣整理一次。好，整理完成之后，我们就来做第3步，1压2滚边。我们把板子立起来，这个是正面，正对着我们自己。然后呢，我们把所有的竖条全部整理到正面。1压2滚边怎么样做呢？手上拿3根，然后拿第1根绕过2根的后面，压到前面。好，凑足3根，拿起第1根压到前面，这就叫1压2滚边。目的是为了把竖条全部捋到正前方。好，我们就按照这样的方式把整圈做完。1压2滚边是很容易做的，同时它用的地方也比较多，在底部也是经常使用，然后在收口的地方也是每次都几乎都要使用的。我们在一边做的时候一边整理一下，把所有的大小整理的一致。好，我们就这样把一整圈完成。好，最后2根我们推起来，前面的2根，每一根都有它自己的位置的，一定要穿正确了。好，我们把所有的1压2滚边全部穿完了。穿完之后，我们全部整理一遍，把所有的孔整理的大小均匀。好，整理好之后，我们把横条往外掰。这样往外掰一下，接下来我们就要量横条做4圈3股扭边。我们拿出来藤条量藤条，围绕着方身，也就是围绕着这个底板的周长，我们宽松的量1圈，量1圈就是编1圈的量，然后我们要编4圈就量4倍。好，对折就是2倍，对折就是3倍，对折第3次就是4倍。量够4倍之后，我们在这个地方不剪断，直接这样对折之后做一个标记，然后根据这根4倍长的，我们量出来第2根4倍长的，然后这里一直都不剪断，我们直接挂在竖条上面的。量好了两根4倍长的之后，我们就把2端分别卷成一个小团子，这样扎也可以。这样的话，我们编3股扭边的时候，藤条打架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拆开。好，2根4倍长的我们都扎好了，我们现在去拿1根无限长的。好，这是1捆1斤的藤条，大约有200米。然后呢，我们把它找出来头的地方，就可以从头用到尾，不用剪断的。机器已经是用这样8字形的缠好了之后，我们用扎带在中间这样绑起来。先把头捋顺的捋出来，不然到时候一拉的话，全部拉出来的话，太多了，很难整理。
好，现在我们就是可以一直这样拉的时候，它是顺着拉出来的。好，现在我们来开始做3股扭边。我们把这根无限长的，用收口针把它穿在大锁链边下面。这锁链呢在这里，我们在最后的时候会把它剪掉。好，现在呢我们要进行分组。这个底板一共有78个孔位，一个孔位有2根藤条，所以呢它一共有156根藤条。这时候呢我们只要把它分成每3根藤条为一组。好，我们这一根无限长的在这3根的前面，然后这没有剪断的2根4倍长的藤条挂在第2组的藤条上面。好，这时候我们观察一下，第1组藤条前面有1根边条，第2组前面有1根，第3组前面也有1根。我们3股扭边的编法就是拿第1根边条去补第4个空位，每一次都是拿第1根边条去补第4个空位。我就叫压过第1组竖条，第2组竖条，倒起第3组竖条，压2小1。好，这就是3股扭边的口诀，压2小1，一直都是这样的编法。3股扭边也是非常简单的。然后呢，我们每3根藤条为一组，并且分成一共是52组藤条。好，我们在第1天开始的时候，要分组，所以呢，我们需要把竖条整理的垂直于桌面，不要内收，也不要外扩。所以呢，我们这一天是需要慢一点，同时先调匀，不要拉紧，不能先收。好，我们就按照3股扭边的口诀，压2小1，把第1天整理好，把竖条分组分好。好，我们慢慢整理，慢慢去编。压2小1，压2小1。好，我们头尾是相接触了，第1圈就做完了，第1圈就把组分好了，2、3、4圈就要注意把竖条整理的垂直于桌面了。好，我们开始来编第2圈。好，我们到这里之后就是4圈了。然后呢，我们来进行第1次拉竖条压框身，把这个缝隙拉紧凑，拉竖条压框身，好，它就紧密了。拉竖条压框身，好，我们就这样拉竖条压框身1圈。好，拉了1圈了。好，我们在这里把这一根收掉，然后这根来去接翠绿色。好，我们拿出翠绿色的来去接藤条。好，怎么样接藤条呢？2根藤条对齐，拿出打火机把它们烧融化。烧融化之后，手对齐它们，手不要动。等冷却之后，把疙瘩修掉就可以了。好，硬了之后，我们用指甲刀把它剪掉。好，剪好之后，我们把它3股扭边的还原。好，这个疙瘩刚好就藏在这后面。然后呢，我们把这一根收掉。好，这一根在这里收掉。拿出收口针。
好，收掉之后我们剪掉就可以了。好，我们现在呢来开始编平边。平边怎么样编呢？好，我们平边的意思就是两根藤条平行着编织，一直都不相交，描不打岔。现在呢，我们的翠绿色藤条是在下方的，它就会一直在下面。原木色藤条在上面的就会一直在上面，然后每次在开头这里的时候需要变换一下，进行一次扭编，我们才可以编出来一个同色等号。好，我们现在开始来编织平边。在下方的藤条呢，我们就要穿过上方这个藤条，然后挑起它，挑一，然后呢上方的藤条用大拇指按压一下，让它藤条变出一个形状来，直接挑一。下方的藤条也是一样，用大拇指按压一下，挑一。好，平边是非常简单的，然后呢藤条也不打架，所以呢编得很轻松。然后我们在编织的过程当中就要慢慢的把全部竖条都要垂直于桌面了，一定要注意。然后呢边条也不要松松垮垮的，一定要直上直下。好，按压出来一个形状，挑一。好，按压形状，挑一。好，按压形状，挑一，然后把所有的竖条进行拉直，拉的垂直。好，我们把第一圈平边先做完，按压形状，挑一。好，我们到了开始的地方，这里我们这里就需要变换一下，做一次扭边。只有做一次扭边之后，我们才可以编同色等号。所以现在呢，原木色藤条一直在上面的，所以每次到了开始的地方，就一定要把上面的换到下面。好，现在把原木色的藤条换到下面，这个就是一次扭边。好，扭边之后，我们就把绿色的换到上面，原木色的换到下面。好，这时候又是平边。好，现在就可以看出来，这样就是编出来一个同色等号了。然后呢，每次到开始的地方，这里就会有一个麦穗花纹，然后其他地方都是同色等号。好，现在我们就一直这样编下去就可以了。每次在开始的这个地方做一次扭边，我们就可以编出来同色等号了。好，我们到了第三圈，然后又到了开始的地方。现在呢，我们要进行一次扭边，原木色藤条是在下方的，绿色是在上方的。然后呢，我们现在需要把原木色的换到上方，绿色的换到下方，所以呢就进行一次扭边。你看这里就是一个麦穗花纹。好，现在又是一直平边。好，现在是非常清晰的，可以看到一个绿色等号跟一个原木色等号。好，就是这么简单。好，我们编了10个等号之后，我们再进行一次拉竖条、压框身，再整理一圈。好，整理之后我们继续编织，我们要编20个等号，1、2、3、4、5、6、7、8、9、10，还有10个等号。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好，我们到这里就是20个了。然后呢，我们今天要做元宝篮，所以呢，我们这2根藤条还是要编到这一边的中间。我们现在把中间两组竖条数出来，从这角落跟这角落开始数。
1、2、3、4、5、6、7。好，7组。好，这2组是中间的，我们用夹子标记起来。好，现在呢，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去爬楼梯。我们这一根就在这里等待，不用去管它。然后我们这一根直接还是按照这样走。然后呢，我们过去那一边也找出来中间的2组。我们现在就只用一根去编。好，我们现在也数出来两边的横条，1、2、3、4、5、6、7。好，这2组也是中间的。好，我们继续。好，我们到了这里就要开始注意，我们要折返来去做爬楼梯。好，我们贴着这个竖条，不要太用力把它拉，这样弯了，是贴着竖条，然后这样折返。好，这个就叫爬楼梯。然后呢，倒过去那边之后也是这样折返，然后再倒过来也是这里折返，一直从新的竖条那里去折返。好，我们继续。然后我们就要开始塑形了。好，这侧边的竖条我们都要稍微的往外扩，我们要把那个这边都要稍微做的外扩一点。好，我们这些竖条都掰一下，往外扩一点点，这样做出来的才是元宝蓝。好，我们到了这中间的这里折返点。好，现在这里第一组竖条这里折返。好，就是这样，爬楼梯就是这样爬的。好，这里稍微外扩一下，只是这两端的需要外扩，中间侧边是不需要外扩的。好，我们到了现在第2组竖条这里，在这里折返。我们刚才是在这第1组折返的，然后现在是在第2组折返，以此类推。好，直直的贴着竖条，这样折返。好，外扩外扩。好，我们就一直做到只有中间这3组的时候，我们就不折返。好，到了中间3个了，然后我们就直接这样走过去。好，这个还是这里放着，不管它。
好，我们到了对面的这第一组竖条之后折返。好，跟刚才那一边的做法是一样的。好，这里开始是外扩的地方，我们把它掰下来一点。好，同样的到了这第一组折返。好，接下来都是第二组、第三组、第四组，这样一直折返。好，这里折返了之后就不用再折返了，我们直接走下去跟这一根汇合在一起就可以了。好，我们需要把这根绿色的线换成原木色的。好，我们在这里剪掉。好，我们现在来做扭边，把这些折返的地方压住。我们扭边直接这样做就可以了。好，我们做了2圈2股扭边之后，我们就在这里收掉。好，这一根在这里收。好，这里剪掉。好，另外一根在这里收。好，现在我们来做1压2滚边，跟底部做这一圈是一样的1压2滚边。好，哪里开始都可以，手上拿3根，第一根要过2根的后面，压到前面，这叫1压2滚边。好，我们就这样把整圈做完。好，最后2根推起来，每一根都有它的位置的，一定要穿正确了。好，全部穿完之后，我们整理一圈。整理好之后，我们来量铁丝做滚边。
好，我们根据框口量出来需要的铁丝，然后用夹子夹住。好，我们手上拿6根，从第6个洞里面穿进去，再凑足1根，拉紧第1根，从第6个洞里面穿进去。好，这样就比较没有缝隙了。铁丝，我们做铁丝滚边的时候，一定要平齐着这框身，凑足6根，拿起第1根，拉紧，好，穿进洞里面。一直是按照这样的方式1进6，把所有铁丝穿完。好，我们在第1根拉紧的时候，在这边是会拉得很紧凑的。好，我们就这样把一整圈做完。好，我们穿到这里的时候就可以知道需要多少铁丝，然后呢，我们把剩余的铁丝剪掉，然后用连接管把它们连接起来。好，这是2厘米的不锈钢连接管，它是2.5毫米的直径，然后呢，铁丝它是3毫米的直径，所以呢，直接这样穿是无法穿进去的。这时候我们需要把铁丝的胶皮在1厘米的地方把它去掉。好，我们把胶棒塞进连接管，然后拿出打火机把烧融化，穿到铁丝里面。连接管的这一头也放一点胶棒。好，冷却之后再放熟。好，连接好之后，我们把剩余的藤条穿完，手上拿6根，拿起第1根，拉紧，推铁丝穿进去，拉紧，穿进去。好，手上最后5根，最后5根是在前面的5根留出来的位置的，我们按照顺序把它们穿完就可以。拉紧，穿不动的我们用借助收口针把它穿下去。
好，全部穿完之后，我们把整个框口整理一下。好，整理好之后，我们来做1+1滚边。1+1滚边在哪里开始都可以。手上拿2根，第一根要过第二根的前面，压到下面。第一根的时候都要拉紧，做1+1滚边。好，拿起第二根，凑足2根，拉紧第一根，压到下面，这就叫1+1滚边。好，拉紧，压下去。好，我们就这样做1+1滚边，把一整圈做完。好，最后一根我们借助输口针把它穿下去。好，穿完一圈1+1滚边，我们来现在进行第二圈。同样的方法，拿起2根，拉起第一根，要过第二根，然后向下。同样的方法的，做2圈1+1滚边的话，这个收口就会很牢固，绳条不容易散开。好，最后一根借助收口针把它收完。好，做完了。然后我们先不把它修剪，我们先做把手。把把手铁丝穿下去之后，没有问题，我们再把多余的铁丝剪掉。四多数条6个。穿这个需要非常小心，慢慢的穿，一点一点的穿。好，穿好一根了。好，我们这个把手的铁丝是3毫米的麻木色铁丝，所以它是比较结实的。好，我们在两端分别留5厘米的地方，然后在中间先打个弯钩。
好，然后我们把它穿进去3股纽边里面。要需要耐心一点，慢慢穿，这个铁丝是比较结实的。好，现在我们穿好一个了。你看这个麻木色跟原木色的藤条就刚好穿好这边之后，我们再把这边弄好。这里还比较高一点。高一点点。好了，36厘米高，好了。好，现在我们在这10厘米的地方做一个。好，我们现在这上面要往外掰，这里面要往里掰。好，掰出来这样一个形状。同样的，好，我们这里可以往下掰一下，这里。10厘米的地方，好，我们量出来这里这个地方有多长？好，39厘米，38.5厘米，39.5厘米。我们同样量出来39.5厘米的塑钢带。好，我们照着这根39.5厘米的塑钢带剪出来另外2根，我们需要3根。我们现在把这3根39.5厘米的塑钢带，把它用电工胶带缠起来。好，就这样一直缠到结尾。用电工胶带缠好的塑钢带，再次缠到铁丝上去。要注意的是，我们在缠这个的时候，塑钢带是在2根铁丝的中间的。好，一定要注意把塑钢带缠在铁丝的中间。
好，我们现在已经缠好了。然后呢，我们现在根据这个，就这样，我们要量8倍长，要量2根8倍长的来去缠把手。好，这是8倍长的，我们再根据这一根量好另外一根8倍长的就可以了。这是2根8倍长的藤条的分别两端，然后呢，我们要按照这样的方式把它分出来2根的中心点。找出来中心点之后，我们用电工胶带把它缠起来，做个记号。好，现在呢，我们就两端把它分别这样扎起来。现在我们扎好了2个8倍长的，现在呢再剪5根翠绿色的藤条，40厘米长的5根，那就是。然后我们找出中心点，把它做固定。好，然后呢，这个中心的地方也找好了。好，现在呢，我们就开始来去缠把手。我们先把这5根按顺序捋好，然后呢，这2根我们就开始去缠要把手。好，缠到4圈过后，我们把它提起来。好，这时候又把它放下来。好，就是这样一直缠。好，这时候又提起来。我们就是按照这样4圈就要提起来放下来这样的方式把它缠完，缠到底就可以了。现在可以把它拆掉了。好，现在呢，我们这2根藤条上面的1根绕过来之后缠这一边的铁丝，下面这一根缠这一边的铁丝。我们先把上面这一根把它夹起来。好，我们现在这一根就来缠这一根的铁丝，再剪多一根那个藤条来去压固这一边的铁丝。好，我们就这样把它缠下来。
把我们缠到看不到铁丝为止。好，缠不进去，缠不进去，我们就用手口针穿下去3股纽边这里。不是3股纽边，是2股纽边。好，现在就完全看不到铁丝了。好，我们现在把这几根挡住支线的辐条，先把它撕线，留3毫米左右的地方，5毫米了，这样它就把铁丝跟框子连接缝在一起。然后我们在这里面是阶梯式的往下去缝，在外面，好，现在穿出来。好，在外面的话，我们就平行着穿进去。好，这叫平行穿进去了。然后在这里面阶梯式的往下穿过来，然后从这个中间穿出去。好，再平行着从这里穿进去。好，如果是全部这样穿下来的话，我们这个筐子的承重能力就会更加强一点。如果是我们承重不需要那么多，只是买青菜呀比较轻的东西，就可以直接现在把这个竖条，把这根竖条穿到下面去缝针，然后剪掉就可以了。好，我现在演示的都是穿多一点，把整个，因为这个铁丝跟这个原木色的藤条它颜色相近，所以如果是不是用黑色铁丝的话，它就比较好看一点。如果用黑色铁丝就全部缝就更好了，用这个可以不用全部缝。好，我们穿到这里就可以了。好，我们这里穿下来之后，不穿，会在这里剪掉。这一边就完美的全部把铁丝都绑在一起了。好，最后一针用手口针穿出来。好，穿出来之后，从这一边穿在3股纽边里面。好，在这里剪掉。好，这一根也剪掉。好，把手就全部装好，缠好了。我们现在把形状调整一下。好，调整好之后，我们就把多余的藤条给剪掉。手拿起来，剪刀贴着这个边缘，然后斜下45度角剪掉，留个3到5毫米比较好，让它压边。